薯泥混着綠巨人的這些玉米粒啊，蠻和諧、蠻搭配的。整體吃起來的話，層次感超明顯，而且我覺得超級好吃，算是比较偏中高級的甜點的那種口感还有味道，就是很普通。就像我有時候會說，这個感覺就是拿來湊數的一個產品。它本身醬的味道是有一點偏甜的，它整個調味是有一點點偏甜的，但是我覺得很好吃它的起司跟韓式辣醬混合在一起，我覺得很爽脆。大家好，我是 Jesse。那我們這集的話，就是接續我們上集全家的第2集開箱系列，因為全家也是有些產品是後面才出的，那我們就在這集也一一幫大家介紹。那這集跟上集延續一樣，也很多綠色相關的產品，那我們就在這集幫大家解鎖。對，只是有些東西我還是覺得太普通了，我就沒有去開箱，因為可能是以前出過的。出太多次的我就不開了。第一個要幫大家開箱的是這個黃金玉米蛋，這個就跟綠巨人合作的這個出的一個黃金玉米蛋吐司，對，它就是由玉米蛋沙拉加上香煎玉米蛋去做成的綠巨人聯名黃金蛋吐司。那它是這樣子，它是使用全麥的一個麵包當吐司的本體，然後裡面是感覺是炒蛋之類的，試吃看看。跟大家更正一下，裡面這個黃色這個它不是炒蛋，它其實是類似馬鈴薯泥加上玉米，去打成的一種馬鈴薯加玉米泥。然後它的蛋是就是這些旁邊這些白白的這些小碎蛋，其實整體吃起來我覺得很清爽，還蠻好吃的。它基本上不太甜，但是我覺得吃起來很沒負擔的感覺，很舒服。就是那個馬鈴薯泥混着綠巨人的這些玉米粒啊，蠻和諧、蠻搭配的。加上它的蛋是屬於比較偏沙拉蛋，洋芋加沙拉，再加上玉米，還有加上一些雞蛋混合起來。雖然說沒有到特別出色或特別有亮點的感覺，但是我覺得是一個這一期我覺得是我會回購當早餐的一樣產品，因為它其實就是整體吃起來很清爽，然後蠻沒負擔的，然後也可以吃到蠻明顯綠巨人玉米粒的甜味，因為綠巨人玉米我覺得相對的都會比一般的玉米可能有調製過，稍微微甜一些，那就可以吃到很完整綠巨人的玉米的那些脆感跟甜味，然後搭配他們其他這些，我覺得是蠻調和，我覺得我還算蠻喜歡的一個沙拉三明治，所以這個話我覺得也算蠻推薦給大家的。第二個就是這一期出的這個小鬆餅，它的話是青檸乳酪鬆餅，就是每一期全家一定會選一個口味，然後推出一個新口味的一個小鬆餅。那這一期的話，它是推出這個青檸乳酪，對，那我們就幫大家試試看看青檸乳酪它吃起來感覺是怎麼樣。吃完這個青檸乳酪鬆餅啊，跟我想象的像上一集有一樣青檸乳酪的那個丹麥卷比起來的話，我覺得這個比那個丹麥卷好蠻多的。丹麥卷的話，那個青檸乳酪的奶霜太甜，然後裡面的話比較好。那這個話，它的這個內餡啊，青檸乳酪內餡就有點像上一期那個丹麥卷裡面那個內餡。它其實酸甜的，我覺得還難搭配這個鬆餅的。但是呢，它的那個甜度啊，大概有8、9分哦，是蠻甜的哦。青檸這種酸甜是我們一般市面上比較少見，所以我覺得吃起來還算蠻新奇的，還算蠻有亮點。過甜，但是有亮點，這是我覺得是青檸乳酪鬆餅這一期的這個特點，還是很甜啊，但是蠻特別的。對，因為青檸乳酪吃起來有點清爽，但是又太甜膩，是我們少見的這種味道，所以這個的話，我覺得不錯，可以嘗試幾次。有點怕太甜的人，你大概可能只會買個1次而已。對，因為它還是屬於偏甜的產品，對，大家參考一下。再來是這一期的出的一個布丁，這個布丁我覺得蠻漂亮的，它是起司舒芙蕾布丁，包含上一集我們全家的開箱，它有2個布丁系列，這個是它第3個布丁系列，這期總共就是3個布丁系列，它話。我覺得它看起來很漂亮哦，你看它的話就是上面滿滿那個很像類似舒芙蕾的東西，然後下面是整個布丁，我們幫大家試試看看。吃完這個起司舒芙蕾布丁，其實蠻好吃的，蠻驚豔的。上面這個舒芙蕾啊，比我想象中的還要扎實很多。因為如果你有去過吃過很多類似舒芙蕾的空氣感很重，但這個的話，它是屬於蠻扎實的那種蛋糕感的感覺，然後中間的奶霜跟下面的布丁，我覺得都很綿密，而且是屬於扎實的綿密。因為有些就是空氣感比較重的綿密的話，它就會沒有吃起來那麼扎實。那這整體的這個布丁啊，我覺得做的還蠻不錯的是，它除了下面最底層這個焦糖以外啊，整體的話它5分甜以下，
所以它其實屬於比較偏微糖到半糖系列這個蛋糕。因為以甜點來講的話，它算是蠻低糖的。然後整體的層次感，從上面，如果你一口氣從上面的這個蛋糕體，就是很像舒芙蕾的這個蛋糕，加上中間的奶油，然後最後的布丁，然後一口氣挖到最下面焦糖，整體吃起來的話，層次感超明顯，而且我覺得超級好吃。對，它就是一個沒有到很甜，但是又可以享受到很真實、算是比較偏中高級的甜點的那種口感還有味道，所以我覺得這個小甜點是這一期全家我覺得很推薦的產品哦。對，就一個很好吃的起司舒芙蕾布丁，這個我就覺得很推薦給大家，大家可以去買買看。接下來的話是這個是金門高粱香腸飯糰，我們在上一集全家新品有介紹到一個我覺得很厲害的金門高粱的便當。但這個話是金門高粱的香腸飯糰，就是有上期很厲害的感覺，我這一期就蠻期待它的，幫大家試試看看。我們吃完這個金門高粱香腸飯糰以後，我只能跟大家說，這一期全家出的這個金門高粱系列的這種聯名商品，上集那個便當真的比較好吃。這個的話，我就覺得好像就是普通再以下一點點，就是它就是很單純的，可以給大家看一下。裡面的白飯非常白，就是一個白飯夾菜脯，再夾一根香腸。那你說有沒有像上集有那個醉雞很重的那個高粱味那種感覺？沒有。這個的話，香腸蠻普通的，然後菜脯有點偏辣，然後白飯的話就是正常，還算柔軟，蠻好吃的白飯，但是就沒有什麼味道，就是菜脯夾香腸，再加柔軟的白飯的飯糰。整體來講，就是我覺得以飯糰來講，先不包含它的金門高粱來講，都不算出色的飯糰，都是很普通甚至中下的飯糰。這有一點讓我覺得，有點驚訝，因為大家有記得上一集我們吃全家的那個金門高粱便當，我覺得超級好吃，超級有那個情懷感的。這個的話就是很普通，就像我有時候會說，這個感覺就是拿來湊數的一個產品，所以這個本身我就覺得，如果是我的話，不會再買一次，就覺得評價不高，算是評價中低的一項便利商店產品。就如果大家有看到的話，我覺得真的很老實講，可以避雷一下，我覺得不推薦。再來是另外一個是，應該是跟卡通沒有聯名吶，它的品名叫做美味蟹堡，這個應該上面沒有任何的 IP 的圖案，應該沒有跟什麼海綿寶寶的聯名啊，所以只是取的名字剛剛好，叫美味蟹堡而已。所以它就是一個包飯，打開是這樣子，可以很明顯看到它的那個蟹肉啊，什麼都還蠻多的。然後它的那個這個包飯的這個顏色也是蠻好的。對，我們就把它倒進去以後，但倒的時候可以看得到，其實它這個料是蠻多的。這個包飯這個醬啊，其實也是蠻厚的。幫大家試試看看，這個我就覺得還算蠻期待的。吃完這個美味蟹堡，可以分幾個部分，跟大家講一下。第一個，它本身醬的味道是有一點偏甜的，它整個調味是有一點點偏甜的，但是我覺得很好吃對，這個有點偏甜的這個包飯，豆腐的話非常滑順，因為它配料有一個很大重點是豆腐非常滑順，非常滑嫩柔軟，然後味道也很好，因為它已經浸泡在這個蟹堡裡面，所以它的豆腐也是帶微甜的。然後再來是它蟹肉有分蟹肉絲、蟹肉棒跟一些小蟹肉碎屑，那其實不管任何一個，我覺得它的味道都還算蠻好的，就是它不會是那種你吃起來是那種假的蟹肉棒啊、素的蟹肉棒的那種感覺，它就是蠻真實的蟹肉棒跟蟹肉絲，還有蟹肉碎屑。但整體味道也都吃得出蟹肉本身的鮮甜哦，不是那種吃起來好像沒味道，或是冷凍太久才拿出來解凍吃那種感覺。我覺得這個部分他們做的還蠻好的，海鮮的部分其實就像之前我講的。我覺得 Seven 的肉鬆做的比全家好吃，但是全家有關係到海鮮的部分，我覺得比 Seven 還要強。這個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覺，或是大家有沒有也有同感或是我自己個人感覺而已。我一直都有這樣子的一點點小小的猜想，所以這個美味蟹堡我覺得還不錯哦。飯的分量也不會給的太少，但整體的味道還有它的配料豆腐、蟹肉。還有蟹肉棒都在評價在中上，或是直接是算是蠻頂的這個一個味道跟口感，所以這個的話，我覺得很推薦大家。這個美味蟹堡全家這一期的新品美味蟹堡很推薦大家。接下來的話是這一期出的蠻特別的飯糰，這個是西西里風的烤飯糰，然後它是由烤豬絞肉跟草莓乾菜去組合而成的，它的
這個照片是這樣子，就是蠻特別，它是外面一片起司跟番茄，然後夾住這個烤飯糰，我們幫大家試試看看。吃完這個西西里風的這個烤飯糰啊，其實它各方面都還不錯，就是飯糰的本體很香，然後飯糰的話它不會到烤得太硬，它的話其實軟硬適中，是有一點外酥內軟的感覺，一點點微微的外酥，但它夾的外層夾的起司啊跟番茄，有做到很好的提味跟讓整個飯糰變得更清爽的感覺。整體來講，我覺得都很棒。然後內裡的絞肉跟這個乾菜有點像是酸菜的東西，它其實也讓整個飯糰的味道變得更有層次。但是呢，這些都還蠻好的，但是有一個比較大的一個缺點是，它全部都很小。你可以看這個，如果在我光看的話，覺得它蠻大，但是其實我剛剛還蠻瞬間吃完，它其實大概就是一個御飯糰大小，甚至我覺得可能御飯糰大小的9成大而已。對，就是蠻小的。對，然後裡面的絞肉的肉的含量也没有很高，醬菜的含量也没有很高，然後起司只有一邊，就是它2面只有一面是有起司跟番茄而已，另外一面是没有的。各方面都做得不錯，对，然後味道很好，很調和，对，然後口感也都很好，但是缺點是，我覺得以這49塊的這個飯糰來講的話，我覺得它 CP 值有點偏低，就是各方面都很小，而且瞬間就很快吃完。因為我吃御飯糰還沒吃那麼快，這個我瞬間就把它整顆全部吃完了。對，它有點太小了，各方面的料也都偏少，是還不錯啊，但是 CP 值偏低。如果喜歡試試看的，我覺得可以。但是如果你想要追求 CP 值的，你可能會覺得這個可能会不是你預期那樣子 CP 值那麼高，這樣子它是屬於我覺得 CP 值偏低，但是還算好吃的一個新出的這個西西里風烤飯糰。再來的話是一個起司熱狗的韓式辣醬的一個類似熱狗卷、熱狗手卷這樣子，嘿，這也是這一期新出的。对，它跟前面我們有介紹的那個金門高粱的那個香腸飯糰不一樣，這個是起司熱狗的一個飯糰。蠻特別的，最近很流行韓式的東西，對，我們幫大家試試看看。這個起司熱狗的這個手卷啊，我覺得比前面那個金門高粱那個香腸飯糰好吃哎。對，它不管是它外層的飯，因為它這個飯糰的話，它的醬汁比較多，它的起司跟韓式辣醬混合在一起，我覺得很刷嘴。然後它也滲透到多餘的白飯部分，不會讓你有時候單吃白飯吃到很乾，所以整體每一口的飯都可以吃到蠻均勻的韓式醬料跟起司，然後裡面的熱狗也很脆，不會像是金門高粱香腸的那個飯糰一樣，就是單只吃到香腸，然後一堆飯，然後沒什麼味道。對，它是整體都蠻調和的，算是蠻不錯的一個飯糰。然後它是屬於偏中辣左右的一個熱狗飯糰，所以如果你會怕辣的話，你就可能自己去斟酌一下。那我覺得是一個還蠻刷嘴，然後吃了因為有點辣又有起司，是蠻提味、蠻好吃的一個飯糰。對，這個的話，我也覺得還算蠻推薦給大家這個起司熱狗飯糰。那我們這集全家第2集的產品都介紹完了，當然還有一些我們沒有介紹，就像我們開頭說的，有一些真的我覺得出太多次或太普通，像是什麼玉米麵包，就算它有跟綠巨人聯名，但是我覺得這個可能從我20年前吃到現在一直都是的常態款，我就不多做介紹了。对，那大致上就是這樣子。那我們這集就到這邊了，謝謝大家。